I feel like Romeo. Why? Cause I know that you love me cause you told me so. I feel like dancing. I feel like Dosito. Every night she got me like a rodeo. I said, ooh, yes, God done bless me, I choose. Cause you're so sexy like, ooh. Girl, no one gets me like you. Hey, it's a good day to be anybody if your name is m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猪分享。今天又是一期应观众要求而测的节目，汇总了一下大家之前提到过的想看的球鞋，然后挑选出其中价格接近的3双来做这一期的节目。还有一些没有出现的，我也记下来了，之后会安排在其他的视频里面。这个是我会一直做下去的系列，作为对大家的一种回馈。大家有想看的球鞋呢，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中提出，呼声比较高的我都会安排出测评的。因为这次有3双鞋都体验完了，也花了一点时间。试完之后，有让我觉得惊喜的，也有让我感觉比较平庸的。618也马上就要到了，届时价格肯定会更低一些，所以这一期节目呢还是很值得一看的。如果大家对这3双鞋本来就感兴趣的话，相信看完这一期节目之后呢，你就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。那首先还是让我们先看一下3双鞋的基本信息数据对比。3双鞋我先直观给出我个人体验后的鞋楦松紧度的排序。这双前人12的话，尺码是非常标准的李宁尺码，按照你过去常规的李宁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。同时不管是前掌还是足中部都有充足的空间，我微宽的脚型穿呢也是完全没有压迫感的，属于比较舒适的一个包裹体验。这里要着重说一下预帅17 low， 它给我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内长会偏短一些。我按照以前的李宁尺码购买的话，明显会感觉鞋头这里会有点顶脚趾。同时整个包裹在3双里面也是属于偏紧的，明显外侧不管是向上呢还是向前都是收的比较激进的。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买大半码会好一些，特别是脚型偏宽的朋友。瘦脚的话，如果平时穿43码长度有富余的话，也是可以尝试原尺码的。那这双狂潮5 V2 呢，上面挂了一个小吊牌，是狂潮5 Pro 上面都没有的，上面写着合脚性优化。总的来说就是针对中国人脚型特征做出的针对性优化。那正好啊，我作为一个典型的亚洲偏宽脚型呢，刚好可以给出一个准确的评价，确实所言不虚啊。穿上精英袜之后呢，整个包裹真的是严丝合缝的，刚刚好，不会有明显的压迫感，有点亚瑟士的感觉了，比 Pro 版本还会更贴合一些，同时也是3双里面贴合度最高的，宽脚档也可选，同时鞋带可调节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。最后一个鞋带孔离鞋头的距离也是比较短的，瘦脚觉得宽的朋友呢，也可以通过调节鞋带来做到有效的收紧，码数同样是同常规的李宁尺码选择就可以了。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狂潮5 V2， 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点应该就是它是否能平替狂潮5 Pro， 毕竟在价格上呢，它能省下不少。首先外观上的话，它会比狂潮5更接近狂潮5 Pro， 特别是这个全黑的配色，跟 Pro 版本的黑武士也是比较接近的。而且虽然是一个4开的价格，但是材质和一些细节设计上营造出来的质感呢，甚至是好的让我有点意外的，比如后跟两侧的碳纤维加固，这个是 Pro 版本都没有的待遇，质感一下子就上去了。中底也没有偷懒的直接用 Pro 版本的紫色线条或者是常规银色线条的碳板，而是重新制作了黄色线条的碳板，和鞋身上的一些黄色元素呼应，我觉得还是很用心的。呈现出来的质感呢也是很加分，但可惜的是外露氮科技没有用黑色的，这个就不如 Pro 用了全黑氮营造出来的黑武士的气质了。前掌脚背位置两个像哥斯拉背鳍一样的设计也是相当吸睛的，从辨识度上一眼就能把自己和普版和 Pro 版本中区分开。
整个鞋身上的热压部分也是做像贝壳砖一样的效果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砖？不同的光照下又会有不一样的反光效果，看起来是挺奢华的。另外，脚踝内侧后跟鞋底上的人造革也做了爆裂纹的处理，鞋面也是用缝线绣作像龙鳞一样的花纹。总体而言呢，可以看出设计师加了很多新的设计元素，也是非常复杂的，并没有敷衍的改成第一帮了事。就质感上而言，对比 Pro 版本，除了侧面和前掌的碳板没有了之外，整体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做工质感上是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的。那实战感受方面，对比 Pro 版本做得好的部分，首先是前端2个鞋带孔用上海沃德4同款的 Harness Lite 绑缚科技，横跨前掌内外侧的2个动态绑带组成的鞋带孔，让整个前掌在动态下的包裹也是很贴合的。这个也是 Pro 版本都没有用到的设计。同时鞋面也是用到烤杜拉材质，材质的特点就是轻质、速干、柔软、耐久性强，对比 Pro 版本还是要强一些的，同时又不会有卡脚面的现象，在强度和贴合度之间平衡的还是比较好的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任何透气孔的情况下，这部分材质的透气性还是比较差的，大部分的透气呢还是依靠脚背这一块。那缓震呢也是和 Pro 版本有很大的区别，整个重心会比 Pro 版本略高一些，不会像 Pro 版本那么极致的贴地。随着全掌蛋的中底厚度增加，缓震效果也会更好一些。对比 Pro 版本的超薄中底呢，会更能让体重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所接受。但可能原先就比较喜欢贴地飞行的朋友呢，还是会觉得 Pro 版本更适合。所以这个改动就不能单纯的说是好或者坏，而是要看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。不过启动还是不会拖沓的，虽然没有了前掌的独立碳板，但是独立的 TPU 垫片还在，而且产生的实际效果也并不输 Pro 版本。独立的设计让它的前掌弯折依旧是3双里面最为轻松的，保证了弯折时的灵活性，同时垫片也会隔开中底和外底的直接形变，会让我感觉前掌蹬地时的回馈是更及时的，而且具有弹性，启动也是很能发上力。防侧翻设计基本就是一样的，不过这个鞋面的强度和延展性的控制会更好一些，但是 Pro 版本的重心又会更低一些。综合起来，感觉防侧翻表现其实会比 Pro 版本稍微要好上一点。除了侧面和前掌的碳板被替换了之外，减配的还有鞋垫后跟1圈的 TPU， 但是鞋垫的材质呢还是一样的，捏起来也是很有弹性的。内侧边缘激进的上翘及弧形的上翻的设计依旧是跟 Pro 版本是一样的，内侧的灵活性拉满依旧是很适合喜欢大幅变向的朋友。3双鞋的足弓支撑对我而言都是充足的，从鞋垫的足弓处的上翻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底旋在足弓处的隆起幅度，都是有一定的支撑设计的。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不如 Pro 版本的部分，比如中底外底的动态表现，灵活度并没有 Pro 版本做的那么激进。主要是前后掌的过渡上，重心变高之后呢，前后的落差会比 Pro 版本更明显一些，底旋的那种2头翘中间高的感觉消失了，但是外底的形状呢还是大体一致的，前后的起翘点起翘幅度都是差不多的，同时后跟收的也是比较短的，落地不会有硌地面的感觉，过渡依旧是很流畅的，只是 Pro 版本在这一项做得太优秀了。还有就是外底纹路的设计呢，我觉得是不如 Pro 版本的，主要就是外侧边缘这一大块是没有什么纹路的，比较平整。如果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，落地时着力点主要在外侧边缘的话，抓地会比较没有安全感，我觉得还不如直接照搬 Pro 的外底纹路。加上外侧包边设计的改变也会有所影响，明显这个鱼骨加厚的部位呢，前后末端2个位置都是比较硬的，加上这个厚实的防侧翻角，偶尔外侧落地呢也会有种硌地面的感觉，特别是光滑的场地，感觉整个外侧的脚感就会比 Pro 更生硬，这一部分的抓地表现也会有所下降。耐磨就基本是和 Pro 版本是一致的，毕竟用的都是水泥克星，硬度数值在62.5左右，完全是足够应付外场实战的。然后聊下这双全程12，外观上感觉它的整体线条呢稍微有点复杂，外侧直接用了一个大的韦德菊花标代替了李宁的 logo， 鞋舌和后跟带有民族风的花纹呢，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后跟的小皇冠刺绣也挺可爱的。上面露出一半的韦德 logo， 也有种日出朝气蓬勃的感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说它是日落，那就完全不一样的气质了。这些细节也促使我最终选择这个类似棉花糖的配色。性能上，这是3双里面我个人最推荐的一双。首先，同样是大包边的设计，全员12的包边呢是软硬最适中的一双，既能增加中底的稳定支撑，防止泵材料掉渣，同时又不会有很强的存在感。中底依旧是可以充分的形变，仿佛和中底的全掌泵材料融为了一体。不管是任何一个角度落地呢，都能自然流畅的过渡，
同时，这次泵材料也充分展示了它软弹的脚感。外侧前后做了2个大的开窗，还有中段一些小开孔释放形变，所以同样是包边公式鞋，还是做出了一些细节改变的。它带来的缓震效果呢，也是3双里面最讨喜的。对我来说，就是那种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的那种脚感。就是内心是知道更贴地、重心更低的球鞋是有助于实战表现的，但实际上我的膝盖也不是很好，这样的缓震呢，确实会让我的膝盖更加舒适一些。我相信多数观众也是养生党，特别是上了一定年纪的，这个缓震呢会更适合一些。它这次也是常规的去除中底部、降低重心的设计。如果是后跟或者是全掌落地，重心是适中的。但是当你向前奔跑，重心慢慢转移到脚尖的时候，会感觉到重心会变得越来越低，中底也会变得越来越薄，所以场地感依旧不会丢失。对于外线球员需要的突破启动，依旧是非常迅速直接的。同时，后跟的上翘以及外底橡胶和纹路的延伸覆盖带来的额外抓地面积，加上无死角的软着陆，整个后跟落地过渡的感受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抓地的表现也是3双里面最出色的一双，人字纹 YYDS， 而且纹路基本上覆盖到了所有可以覆盖到的地方。但是透气是3双里面最拉的，前掌密不透风的织物，鞋舌也比较厚实，只有中间这一节 TPU 纱线编织的鞋面能有一些微弱的透气面积。另外，它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灵活性。这保证前掌宽度的同时呢，整个外底向鞋头位置的收窄。如果把这一块挡住，是不是整个鞋头就会变得很尖？但同时从鞋面的视角看呢，又不会，因为它收窄的仅仅是外底的触地面积。那为了防止母外翻呢，它大拇指内侧的位置呢，依旧是留有充足的空间的。那从这个角度看，就能明显看到一个明显向下倾斜的设计。在足够的外底宽度和双层抗扭片的加持之下呢，达到了一个既稳定又非常灵活的表现。我想这也是官方在宣传它的时候定位为单挑利器的原因，确实是非常适合敏捷节奏型打法的朋友。体感上感觉前后落差是3双里面最小的，配合前后掌的大幅上翘，前后过渡也是非常舒适流畅的。鞋头刻意使用了强度更高的后织物鞋面，加上额外的热压和外底的上包鞋面，防侧翻表现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。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脚感的灵活性升级，但是耐磨血槽略微下降的反52 low。最后是这双预帅17 low，这双鞋呢，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相对平庸的一双，前面依旧是包边的设计，只不过后跟是用了一个环抱且开窗的硬质 TPU， 内侧和全程12的对比之下呢，整个设计逻辑基本就是一致的。只预帅17内侧 TPU 对足弓处的延伸会更多一些。那它的底盘呢是很稳定的，甚至是3双里面最稳定的。外侧的 TPU 和外底的额外上包加固，后跟硬度非常高的环抱大 TPU， 中底的异形抗扭片，都能给鞋身和后跟带来很强的稳定性，特别是后跟的稳定，保护性很好，但感觉就是有点过剩了。带来的弊端就是存在感太强，灵活性会没有另外2双那么好。除非说你的打球强度真的很高，或者脚踝力量不太好，需要很好的后跟稳定，否则你应该会和我有类似的感受。拿防侧翻的感受举例，中底的底盘都稳住了，鞋面还没有停住，这种一体性不够同步的情况下，外侧就会有脚感上显得生硬的断层感。倒不如说像全程12在包边强度上做一些妥协，但是整个外侧的联动性呢反而更加自然。但透气性是3双里面最好的，鞋头的网纱材质搭配大网眼内衬，透气效果非常明显。鞋舌也是薄薄的一层网眼布设计，很透气，但是舒适度并不高。外底还做了一个贯穿中底的透气开窗设计，鞋垫也在对应的位置做了透气孔，这个设计也是比较用心的。整体的透气性也是很适合夏季穿着。抓地在我那场测试的时候呢，感觉是3双里面最差的，主要是纹路大部分都是连在一起的，同时很多位置的纹路都非常浅，不知道是吸灰后还是地板上有汗水。一次测试中呢，我甚至是直接滑倒了，所以注定它不太适合光滑且多灰的场地。重量上它也是3双里面最重的，单只43码有419克，大部分的重量呢都是集中在整个中底外底部分，会有种底重面轻的感觉。且在灵活性不如前2位的情况下呢，同时更换穿着的体验中呢，反而会觉得它显得比实际重量更重一些。后跟大面积的泵的外露有点唬人了，但其实大部分都是上包而已，实际重心没有那么高，脚感也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澎湃，整体脚感是偏韧的。前后落差也会比全程12更明显一些，后跟做的是比较突出的，虽然边缘也有做上翘，但是相较之下呢，前后过渡的滚动感还是没有另外2双好。最后做下总结，3双里面我最推荐的是全程12，确实它像官方宣传的那样，我觉得它很适合单挑型打法的朋友，也就是擅长自主进攻、长时间大量持球或者是立棍单打的朋友。它的缓震和灵活性、稳定性兼顾，能够适配包括后卫、锋线和偏大体重的外线。
其次就是狂潮 5V2， 关于能不能平替 Pro 版本，如果你并不那么强调极致的低重心场地感，而想缓震稍微好一点的话，那狂潮 5V2 明显会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。丰富的细节用料呈现出的做工质感一点也不敷衍，是完全超出这个价位的水准，也有非常接近于 Pro 版本的实战表现。如果你的预算是4到5开，那这双就是狂潮系列里面你最好的选择，同样也是适合外线打法的后卫锋线选择，特别是喜欢大幅变向的朋友。预算时期 low 的话，它肯定是一双合格的球鞋，但是确实没有什么特别惊喜的部分，就是平庸的公式鞋表现。除非你是预算不足，同时又特别喜欢它的外观，否则的话呢，我还是会建议3双里面的另外2双。那肯定有穿过的朋友会持有不一样的意见啊。首先千人千脚是肯定的，另外怎么说呢？很多时候都是对比之下才有差别。当你穿的足够多的时候，不知不觉也会变得更挑剔一些，而且这也是做测评应该具备的。同样的包边，几乎一致的设计逻辑，确实设计上同质化是比较严重的，但体验起来还是有区别的。而且对于消费者而言呢，我并不觉得同质化有什么不好。就很多人可能一年就买2、3双鞋，五花八门的设计，容错率没有那么高，就容易买到穿着体验不太好的球鞋。这样对消费者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。打破同质化是设计师要思考的问题，是经常接触很多球鞋然后审美疲劳的博主吐槽的事。我觉得反而恰恰是球鞋盛世的另一种体现。大家找到了一个做好鞋的办法，让球鞋性能更稳定，合格的好鞋越来越多，但也越来越像，价格也越来越合理。受益的无非就是多数的消费者，就像现在的安卓手机一样，百花齐放，其实设计也都差不多，不是吗？虽然不像诺基亚时代五花八门的翻盖啊、滑盖啊、旋转屏啊，种类繁多，但是后来都没有存活下来。直到 iPhone 的出现，出色的表现就奠定了手机在未来10几年都是差不多的形状设计，直到现在2000块都能买到性能不错的安卓机了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当然，同时肯定也是一个瓶颈期，可能多数的设计者都会偷懒。那这个时候谁更创新，谁能做出突破，就能引领下一个时代的造鞋趋势，也无疑会是下一个球鞋时代最大的赢家。可能这个视频并没有把3双鞋讲得非常全面，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呢，都可以在评论区中提出。另外，高考在即，祝愿各位考生都能超常发挥，考出好成绩，加油！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可以给我一个1键3连作为鼓励，没有的话，一个赞也是可以的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